我是2001年从沈阳，当时我是在沈阳的一所叫做辽宁文化艺术大学，我在这个学校读书读了2年，学的是影视剧和主持人专业，蛮不错的专业。当时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吧，都比较向往的这样一个学校一个专业。但是2年毕业之后呢，我就选择了留学校做辅教老师。是3年这个助教的工作结束之后呢，就赶上了这个学校的制度和教学的那个一些改革。原来呢，这个学校是属于事业单位这种下属的一个学校，但是为了招生上的方便和扩大学校的规模，学校就变成了向全社会公开招生。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当时我们几个做辅教的年轻的老师，就是这种工作就是没有稳定性了，就是面临着下岗，就是说我们学校大概不会留这样的辅教的职位了，你们要自己自寻出路。所以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觉得还算是年轻吧，可以说是大龄的一个年轻的这个青年。而且还有一个条件，我当时也是单身，因为没有任何牵挂。这个时候呢，我就想，不管怎么样，就是来到日本之后，我想，学习了日语之后呢，当时也没有说我来了之后就打算留在日本怎么样，我还没有这样的打算。应该有半年的时间。就是很不安，因为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26、27岁了，但是你面对一个你周遭的环境，就是语言你完全听不懂。来的时候在家里集训了大概1、2个月的时间，学习日语，但是那些都是就像小时候我们学语文学拼音一样，你大概出去的话，你不可能像我们中国的环境，你完全去跟日本人对话，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坐车呀，跟老师交流啊，有什么问题，包括买车票啊，到银行去办理自己的账户啊，这些具体的事情，你光靠这2、3个月的这个日语的学习，完全达不到，就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但是还好，因为日本它的文化嘛，它的文字大家都知道，有一半呢是我们中国的那个汉字，这一点就有特别大的帮助，就即使读音你可能大概读不出来，但是看见了汉字，坐车的时候只是凭着这站台上写的那些汉字，然后自己拿着地图啊，我大概坐到这个地方，我想去的什么地方，拿着地图这样去找，然后就是每天去学校上学，因为我来的时候就办的是语言学校，去每天大概有4、5个小时，都是早晨去要学习半天的课程。在学校里呢，跟着老师，从简单基础的，就是说很浅显的这些学习日语。当时我记得学校的老师，真的是挺亲切的，日本人，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大概年龄比我还小。就是每天靠着跟老师这些非常简单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必不可少的这种日常的绘画交流。首先就从这个街面上大家行走，因为你最先开始要观察嘛，要观察这个
外面这个日本人是街上他们怎么样走路啊，然后他们那种神情都是上班匆匆忙忙，从不讲话，大家都是默默的，上班很匆忙，就是在车站附近，大家都是就你如果融入那个人流当中，你想慢下来你都不可能，因为前后左右大家都是急匆匆的往前走，你只能随着人流往前走。说我要想慢下来、停下来，左顾右看几眼，可能都不大可能。然后大家就是记忆当中啊，日本人是那种西装笔挺，然后拎着公文包大家都是看起来是那种现代化的都市的那种感觉。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本来打算是2年的语言学校，因为很多人来了，日本语学校都是这样的制度，你读2年，毕业之后呢，要不然就再去考大学，就是在日本，你还可以继续再往上边去学习专门学校啊，大学、大学院也有很多，没有那么长远的打算，因为来的时候就想。我这个语言如果能掌握了，我学会了，回中国去做翻译呀，要不然去到日资的公司去工作呀，怎么样？但是偏偏这个时候，也算是我就是这个命运的归宿吧，我就认识了一位日本人，他呢比我大6岁，我们就是在一个料理店认识的。因为当时我们来上学之后，是要打工的嘛，因为没有家庭，没有那么特别好的环境，你要读书的话，学语言学校的费用也是挺不菲的，所以说呢，还有生活费方面，租房子，大家都知道来日本很不容易，应该有80%-90%的人嘛，都是一边在读书，一边要工作，供自己的学费，供自己生活。我当时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我的语言还不是那么好，可以说只是就是说很简单的说一些单词而已，然后呢，老公呢是下了班经常到我们店里来吃饭，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们只是拿了菜单，然后让客人点菜，那个时候还只是很简单的，客人想吃。什么样的菜，那个上边有数字，然后客人会指示我要吃哪一号的菜，哪一号的定时。来的时间久了，我们有的时候会打招呼，问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读什么学校，有什么单词啊，学习不会的东西吗？有的时候他经常问我，然后。我也会就是说这样的话，我们就经常一来二去，反正就觉得好像有这么样一个人还挺和蔼可亲的，就是说有什么问题会请教他，比如说大家出去到什么地方去玩，不知道怎么坐车，应该坐什么样的车，在什么地方倒车，这样的话大概经过也有半年，将近1年吧，经常来往。觉得这个日本人他的心思就是比较单纯，不是很复杂，他可能很关心你，从中国来到日本，肯定你会很想家吧。当时他问过我这样一句话，我就心理上挺感动的，挺感激这个人他会从一个日本人的角度去关心来自于外国家的女孩子，就是一下子很打动我。我觉得这个人还蛮有内涵，蛮会体谅一个人的。有2个小孩，大女儿现在上高中1年级，小的儿子现在是小学6年级。
最重要的就是在孩子的教育上，这个分歧就特别大。我先说一下日本人是什么样的观念。就是我老公他的观念是什么呢？最大限度的就是尊重小孩子的意识，就是最大限度尊重孩子的意识。他没有像我们中国人，我们怎么说呢？像我从孩子大概幼儿园毕业之后，我就会想他应该上什么样的小学，应该上什么样的初中，然后应该让他学习什么样的东西。课外学习什么业余的这个技能和才艺方面，去弹钢琴呀，去画画啊，考虑的很多。日本人观念就是要让孩子自己主动的去，比如说这个小孩他说妈妈，我想去学跳舞，想去学游泳，或者我想学画画。这个时候啊，我们家长呢会领着他去找各种学习班，而我们的思想就是在他懂得学习这些东西之前，我们大概就会给他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让他几岁去学画画，几岁去学钢琴，就是尽可能的把孩子会安排得很满。但是还好，我们家大女儿，我应该在她6岁的时候，她可能还不是特别懂，但是她也很爱好游泳。那个时候，我就恰巧从她6岁的时候开始，我就把她送到一个离自己家非常近的一个这个游泳的一个教室。然后这孩子其实他也挺听话的，他对这个游泳没有什么抵抗，但是他去了也有4、5年时间吧，因为小他还不是很懂，1、2、3、4年级还不是很懂，只是知道啊，每一次到那里去学习了，如果自己进步了，因为这个游泳他们也要考级的，每一次进级呢，他都会挺开心的。但是有一段时间，在升初中的时候，就是小孩子慢慢长大了，他可能接受的，就是外界的影响啊，接受的这种消息呀，就很多了。看电视啊，看一些像小朋友的那种追星族啊，也有，然后同学们之间呢，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在游泳之外的一些兴趣，这个时候他对这个游泳就不是那么特别专一了，有一段时间，但是后来还好，他还是决定说我还是要坚持下去。他呢，有几次就非常严厉地指出我，他说你把孩子今天学习这个，明天学习那个，你把孩子安排得这么紧。你到底想让这个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呢？那有一次他问我，然后我也很不理解，我说我没期望这个孩子他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只是觉得，好像我们如果把他先设计好这个轨道以后呢，他能够按照我们设计的轨道去往前走。这个时候我老公就非常不同意，他说你看你每天回来就只是问孩子你今天作业写了吗，你今天去游泳了吗，或者你今天这个画画你这个已经去过了吗，有没有迟到。他说你每一天都把孩子压得好像喘不过来气一样。就是这个是我们根据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好几年的这种争吵。因为每次我都是把孩子这个学习班安排得很紧，然后我就担心他在这个时间他有没有去，他有没有好好的学。但是我老公就说，如果他真正想学这个东西了，你不用说，他自然会去的。你老是就只关心孩子你去没去学这个，他不一定会起到好的效果的。
然后确实我经过了大概也有3、4年的时间，我觉得是像我老公说这样，如果你每一天就是督促他去他应该做的时间，但是至于他在这个学习当中，他有没有真正的自己非常喜好这个，从这个画画上，从游泳上，从弹钢琴上，他取没取得一定的成果，取没取得一定的效果。后来我也就慢慢的退却了，我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去年的年末11到12月份，2个月的时间，我办理了加入这个公司的出租车司机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个工作想得到这个工作资格的话，首先需要一种叫驾照，叫2种驾照。这个驾照呢是什么含义？实际上就是，当你在日本取得了普通的自家车1种驾照之后呢，还要到学校去进行一次2种驾照的培训。2种驾照就是说，你要以输送客人为营业目的的来开车。比如说像巴士这种，还有像电车，都是以输送人员从一个地点到另外一个地点，为营业目的的工作，这种就必须要有2种驾照的资格。那2种驾照呢，它还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年龄是在20岁以上，要在取得1种驾照实际达3年以上，你要满足这2个条件之后，再去深造2种驾照。2种驾照呢，就是说一定要注意人员的安全是最大的一个点吧。比1种驾照很重要的就是在这方面。然后呢，还有一个考试呢，就是日本统一的，它有一种全国考试，叫地理和法规制度的一个考试。这个地理考试，它每一个地区有每一个地区，比如说像你如果想从事在东京都工作，你就要懂得东京都23个区的这个所有主干道的这些线路、公路以及交叉点，还有车站，有名的名胜古迹，国家机关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医院都是需要这个在地理考试当中，一共应该有40多道题吧，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考试合格了，分数应该是在90分，80到90分，你合格了之后，由每一个地区不同，神奈川县有神奈川县的塔库西中心，东京都有东京都的，由这个东京都的出租车公司中心会给你发一张合格证。你在取得这张合格证之后，还要正式的去登录，拍照片，才会给你一张你到任何一个公司拿着这个上岗证才可以从事的一个工作。我既然生活在日本，第一，我还现在因为48岁了，我在想，我还要可能再努力的去工作10年的话，我还能有什么技能就是我身上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才能让我去工作，就是我马上拿来就可以用的技能呢？因为第一，我可能就是这个双语，在语言方面，我可能会从事一种比如说翻译呀这种工作，然后我就自己挖掘我身上我还会什么呢？其实最简单，我还能会什么？我可以让这个技能让我去赚钱，让我去工作呢？
后来我在想啊，我还有一个技能，那我就只能会开车，因为在那个我最先开始取得一种驾照的时候，就15年之前，我就取得了一种驾照，因为当时是为了方便送孩子啊，自己出行方便。后来我想，哎呀，我如果能够通过这个，还可以去生存，还可以去工作，这不就是挺好的一个途径嘛？就是这么想。我后来想，哎呀，挑战一下吧，这个取得2种驾照，然后我就去了，到那里，一个星期，住在一个学校封闭式的，没有回家。住在学校，然后再学一些就是更深入一些的详细的法规和交通的这些规章制度，然后1个星期这2种驾照挺顺利的就取得了，然后再就回家之后呢，再面临的就是这地理考试，这个地理考试啊，其实也挺难的。因为你想，我们本来就不出生在日本，而且我也不住在东京都，我是住在神奈川县，可以说对这个整个这个东京都啊不是那么熟悉，因为它有23个区，范围也很广泛。但是有一点，因为我自己的婆婆家在东京都大田区，我多多少少只是对这个一小部分那个地理环境熟悉，后来就是又经过了大概10天，一直到这个教习所，去有专门这个师傅去教你，这些怎么考试啊，应用题，大量的题，大量的学习东京都之内的有名的名胜古迹，车站，包括这些所有的公路、高速公路，县级的路和这个市级的路，就很多医院，很多的名胜古迹，我就觉得，在这个学习地理的过程当中，我就已经挺开心的，因为你毕竟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你如果对它地理环境的一种了解，就是脑子里有一张那样的地图，好像形成了一个就是叫2维空间吧，就脑子里，哎呀，具体我知道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就觉得挺开心的，自己长了知识。有的时候真是人生的这种改变，你自己还来不及去打算，就突然就有变化了，一下会改变你这个人生走的一个方向。你可能本来我想往左走，我准备了几年的时间，一直想，哎呀，我可能去做个饭店，然后就行了。我可能备战了几年，去当这个服务员呐，去学习做饭的技巧啊，包括我到饭店去做这个打工。可是呢，这一下子由于很多什么，这新冠又来了，2、3年的时间，一下就改变了你这个人生的一个方向，就马上来个急转弯。我的工作时间是每周工作5天，那早晨呢，因为家里有孩子有老公，给他们做完早饭呢，我大概出门也挺早的，7点钟在家出门，就8点钟要准点到达公司，然后你再去擦一擦呀，去检修公司这个车辆的安全问题，应该8点半左右就可以出勤了。8点半开车出来之后呢，有的时候特别顺利或特别忙的时候，当你刚一开出自己公司的那个大门的时候，可能就会被这个阿普里啊、滴滴叫车呀这些就叫过去了。然后呢，这一天当中，我回到公司基本上是6点到7点之间，大约这个是11个小时，中间呢还有1个小时是必须要休息的，因为疲劳驾驶对安全也不好，这是有规定的，要有1个小时休息，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量的话，1个月要求要出勤22天，22天出勤，每天大概就是10个小时左右吧。我的工资的话，
就是拿到手里，每一个在日本人生活的人都会知道，就是因为你要扣除你的健康保险金、后生年金，就是退休金呐、还有这个所得税，就是工资的所得税。那拿到手里呢，日币的话是将近30万。